其实很多年前我都在思考，数码名产喷涂这么难遮盖，会不会有厂商出预切割的遮盖纸呢？那一年正好是09年的大庆，后来真的有第三方厂商实现了。这么多年又过去了，今天厂商让你连喷都不用喷了，因为他已经帮你做好了，就是现在你面前的这样。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款免焦预分色的专业级战车的模型产品，而且预上色的还是数码名彩。大家好，我是分享模型的王教授。在边境推出05R-D以后，可以说马年的贺岁产品百世战车也出炉了。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我拿到的是正式版的产品，修墨志老师画的峰会。打开盒子，满满一盒零件。因为是免焦预分色的产品，所以整个零件的数量上可能要比05R-D稍微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它是战车嘛。但是仔细一看，相比专业级别的模型来讲的话，免焦分色它其实零件数量已经控制到最低了。这次呢，说明书依旧是给了铜版纸打印。那我们现在开喷。首先我们先看漆面，我真的是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挑的了，因为它这一次的漆面啊，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工艺。大面上看下来，边角棱角分明。虽然是一款免焦分色的产品，但是在细节上呢，可以看出来边境这次还是当成专业级模型去制作的。真的，我现在看到这个原始状态，正常流程下应该是我经过几轮遮盖以后才得到的这个效果，现在居然开盒即完。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热爱模型的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了。负重轮呢可以放心打磨，因为它是黑色注塑然后去喷的轮毂。无人战车的部分是一体式履带，其他包括负重轮包括扭杆在内啊，所有的细节还算比较锐利。胶套部分呢可以选用第三方的轴承啊，这个套件里是没有的。悬挂在整体制作上来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这个负重轮上面呢，我选用的是这个第三方的轴承。主动轮部分呢，我们把它去安装上，然后这个一定要安装到位，因为直接影响到后续你的可动性。可动性的问题我们放到最后再讲。所有地方我都用了第三方的轴承，包括所有的这个路轮在内啊，里面都加了金属的轴承。这样的话推乐会更快乐一点。我们安装一个看一下，效果还可以。其实我试了一下，如果用原套材的话，套上也是可以推乐的，但是金属轴承会更丝滑。接下来都是制作履带了，这个部分呢，看大家想文做还是武做。所谓文做，就是你老老实实拿着剪钳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裁下来。那什么是武做呢？来，请看 VCR。但是这样取下来的件啊，最好我们还是修一修或者打磨打磨。因为这个也是最后影响可动性的一个关键的要素。总之呢，这个履带还算是对新手比较友好的，因为它不用胶水，你直接扣上去就可以。然后我们上履带的时候不要往上套，我们就这样给它穿进去，然后拿一个镊子从另一头穿出来，然后最后呢找一个临界点，最后把扣子给它扣上。这样的话呢，履带套的会相对的比较顺畅。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现在是真的比较丝滑。推一下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车窗上的潜望镜这个部分呢，我建议啊斜着往里去摁，然后就可以给它装上。炮管上面的上色啊，我觉得也是挺精彩的。然后呢，我把炮管这个部分进行一个速组。首先呢，我先制作炮塔的部分，上下给它这样一合体，把天线的部分装一下，把其他包围的这些零件全部都拼插上。可以说这个紧实度呢，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后，上下合体，装上其他的尾部零件，最后装上我们的侧裙板。那假如你是一个初级玩家，并且刚刚接触模型，那么恭喜，祝贺你，你的第一个百世战车的完成品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尽情的欣赏你手中的这一件作品了。因为这款百世战车呀，我计算了一下时间，纯速组的话，光战车车体大概也就是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当然，还没有购买此产品的你，如果还想接受更新的挑战的话，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呢，我拿出2瓶珐琅漆，按1:2的配置呢进行一个稀释。然后呢，我要进行一个自洗的阶段。我的目的是把车体所有的细节以及缝隙啊，这个刻线全部要给它渗出来啊，靠自洗的方式去凸显战车上面的一些细节。当然，此刻看视频的大师们，如果是老手的话，哈哈一笑就完了。但是如果你是新手，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技法的基操。等它们晾干之后，然后拿棉棒蘸我们的稀释剂，把多余的
这个珐琅漆给它擦掉。当然市面上自洗的产品有很多种，我本人是习惯用珐琅漆，所以拿这个进行演示。哈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不太建议新手用油画颜料去进行一个自洗啊。那么作为新手的你，如果完成了这个阶段，那么恭喜你，再次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开始有生命力的模型状态了，所有的细节都得到了有效的强化。但其实如果你还想接受更大的挑战的话，还没有完，我们还有更多的玩法。还记得套件里面给的这张虹膜贴纸吗？我们拿一个尖头镊子可以把它扯下来，它就是模拟我们战车的这个潜望镜的一些光学仪器的效果。这个阶段其实真的需要一些耐心，但是整体贴完之后效果是真的漂亮。所以我们趁热打铁，把水贴一块也都贴了吧。第一次接触水贴的小伙伴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其实你泡水之后呢，在短时间内一定要把它迅速转移到我们的模型主体上，并且擦干水分。最后呢，我们找一找银色的马克笔，然后呢，我们把炮塔上银色的这个部分给它涂一下。有了水贴的加持，这回我们再看这个百世战车就顺眼多了。视频看到这里的你会不会有一些疑虑？我完全没有提考证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新的题材，尤其是去年采亮相，各大厂商其实拿到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我个人觉得这种题材只要它出，只要有，那就是万幸了。而且这种新装备它时刻都是在改变外形的，所以作为玩家来讲，我们就不要挑剔太多了。毕竟百世战车它的车型实在是太多了。这个阶段如果大家再去挑战一下的话，那就是履带的旧化以及其他战车上的浮尘了。这一次展示呢，我最多也就做到这里。还有我们的无人战车，组装起来还是非常顺畅的。还有我们的3个机器战狼当然看到这3个战狼，我现在都在想，将来究竟是哪一位网友会把找朋友那个梗做出来。哈哈，你们懂的。百世战车从发售到现在，可以说网友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会儿我就说一下可动性的问题。或许大家或多或少都碰到了这个履带的销钉会卡到这个侧裙板上面。其实我一开始也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像这样。其实网友的想法呢，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不会有人真的拿这个东西天天推来推去的玩。但是俗话讲，我可以不天天推乐，但你不能让我推了不乐，你必须能让我推起来，但是我可以选择不推这也是网友纠结的一个点。其实我总结还是最早的主动轮，在定位上我们一定要把它推到最里边，因为诱导轮的地方呢可能会存在一点点的余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触碰裙边的原因。所以说这里如果有问题，肯定是主动轮的问题。我再说个野路子，如果你实在解决不了，你把裙边给它削短一点啦。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检查一下主动轮的这个安装而且我们在推乐的时候，尽可能是在一些有阻尼的平面上。你在特别光面上咱们冬天骑电动车在冰面上的车轮还会打滑，您说是不是？从052D 到百世，可以说临近年关到迎接马年，边境的这2款贺岁产品呢，可以说颠覆了大家对边境的印象。对比边境早期的产品来讲，那这次进步真的是太大了。由于免胶分色的设定，所以说它在各方面的因素平衡上也是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取舍的点。那么正在看视频的你会选择这款百世战车吗？不妨打在公屏上我们讨论一下。我是王教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望多多支持哦。